这马里兰的春天呀，是猫一天狗一天的。昨天还是热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呢。今天早晨起来跑步就要穿上外衣了，风凉飕飕的。下周晚点的时候呢，还会有倒春寒，可能会有个-1度左右吧。看现在果园里边好多的果树都开花了，这是那棵黄桃树，长了好多年了。上边花现在还不是盛开的状态，但是好多都已经打开了。看现在花瓣的状态，还是能感受到冷飕飕的天气的。看目前的状态，再过2天，满树的桃花应该就都开了。相比较刚才的那棵大的黄桃树，这棵油桃树上边的花瓣还都是属于这种刚刚露红、含苞待放的状态。这棵油桃树呢，是前一年秋天的时候被鹿给我啃掉了2个主干，现在就剩下这1个主干在苦苦的支撑了。希望今年能有一些收获吧。今年的这棵李子树花开的也还不错，李子树在我这个区域通常是要比桃树开花早的。看这满树的花呀！我感觉今年的李子应该是能有不错的收获了。在我这边这种气候条件下，李子树总体上来说要比桃树难种一些，因为李子树容易招虫子，也容易生各种各样的病。想要最后收获保住果实，比桃子要难一些。这花呀开的是密密麻麻的，估计到时候结了果子还得进行一定的疏果，太多了。不光是那种大的李子树，像我去年种的这种杏李，这是春天的时候裸根种植的，这才1年的时间，看留的这几个分支上边也都开花了。这就是种一些大苗的好处啊，不用等太长的时间就能见到收获。今年如果能结一些果子的话，我稍微的留上几个尝一尝味道。这杏李旁边的这一棵呢是向心李，这棵向心李和杏李是同时栽的，它其中也有一个分支上边开花了。其实原本是有好多分支，应该是能结不少花的，我把大部分都给它剪掉了，冬剪的时候剪掉，就留了这么3个主干。小树呢还是先以培养树形、增粗主干为主，开花结果就是明后年再说了。再来看看我这棵水蜜桃，这棵水蜜桃比刚才的黄桃树花苞开放的状态还要稍微的晚一些，上边只有零零星星的花是开的，大部分还都是属于这种花苞的状态。旁边的那棵同样也是，它们是一个品种，都是湖景水蜜桃。这棵上面呢更是没有开放的花朵，最好的状态呢就是这个样子。估计再过几天到这个周末吧，可能就能盛开了，看天气情况了。后边要是太冷，有可能会更晚一些。旁边还有一棵蟠桃，这蟠桃呢上面有一些花也开了，比刚才的水蜜桃开的花要多一些。看这3主干的自然开心型的蟠桃，今年应该是也有一定的收获。刚才看的桃树啊、李子树啊，那些花还正要开放，而杏树呢比它们都要早很多，杏树的花已经都要快落掉了。看有一部分的花已经落了，尤其是这2天又刮风又下雨，好多的花都落到地上了，被雨水一冲也冲没了。其实我每年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倒春寒，因为杏树开花过早，一旦出现倒春寒呢，上边结的那些小果子还没有做成果实就被冻死掉了。还是希望这花慢点开，因为这里春天呢可能很快就会有一波的倒春寒，不是这周就是下周。所以这杏树能在这个地方结果实，并且能保住，也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反正至今我还没有真的吃到自己树上的杏呢。这棵树已经是长得不小了，希望今年能有不同吧。像这么大的树，真的是倒春寒的时候，你想保护也没有办法保护，实在是有点高，有点大了。
旁边的这棵上面的花要比刚才的少，这一棵看看这些稍微低一点的花，这花瓣都已经落掉了，马上就要结出那种很小的杏了。一旦结出很小的杏，然后零下几度，这马上就没了。这棵杏树旁边呢，我又种了一棵很小的杏树，是这种裸根的，看已经发芽了。这个是沙金红杏，估计要长成刚才那么大的棵，还要好几年的时间。不过树呢就是这样，早点种下去，早点能长大，就会早点有收获。当然也不止杏树了，所有的果树都是这样的。这一棵是我从沃尔玛买了一个很常见的 Santa Rosa 的李子树，这棵李子树也是才种下没多久，是这种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大一点的苗吧。像我其他的种的树呢，买的苗可能还要比这个粗一些。如果是家里树少或者是等不及的话，还是买那种大苗，栽下去之后很可能第2年就可以真正的结果了，第3年就会有不错的收获。像这棵苗呢还是比较小，我估计我还得给它稍微整一整树形，因为这中间的这个跟两边的3条干有点挤了，要留自然开心型的话，那最好就把这个给去掉，这样的话留这样的3条，再稍微拉枝。让今年呢就让树成活，稍微的把这3主干的形给它弄出来，然后明年应该就能开花，可以让它适量的结几个果实尝尝。后年的话就可以有一定的产量和收获了。这旁边还有跟刚才的小的杏树是一起买的这种裸根的小苗，看这儿也是有一个小芽，上边的芽还都没有发出来，过一阵子应该还能发出来，到时候给它留一个向上长得比较好的，让它继续生长。这样的话第1年也就是培养出1条这种主干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是大久保桃，也是这边很难淘到的，算是比较稀有的品种吧。其实说起来呢，我这院子里边陆陆续续种了不少的桃树了。这边的这2棵也是桃树，这棵是白桃，它上边也是有一些小的花苞的，估计有一定的希望今天能结2个桃尝一尝。那边远处的是比较常见的黄桃，我其实已经有一棵大的黄桃树了，但是还想种一棵额外的黄桃吧。这种黄桃呢可以做罐头，或者说让它在树上长得自然成熟了之后，其实黄桃是最甜的。白桃呢，我觉得是桃的味道和口感特别好，但是甜度，如果是完全成熟的话，那一般没有黄桃高。不过黄桃如果不是特别熟的话，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当然，不管是白桃啊，还是黄桃啊，还是蟠桃，所有这些桃呢，都没有刚才的那2颗水蜜桃成熟的时候甜度高啊。那真的是像蜜一样甜，而且汁水特别多。尤其是自然成熟、自然变得特别软之后。这边还有一棵枫糖李，也是从那种很小的裸根小苗种起的，像这种长得就特别的慢。不过今年看上面已经也有一些小花了，这边还有一点，那边远处还有。当然也有一个原因，可能因为我是在它很小的时候留了这样的3主干，这样生长速度相对来说就慢了一些。其实当时如果把额外的2条枝干先给它去除，留1条先让它长到一定高度之后，再给它分成3主干或者是4主干的话，那生长速度可能会要更快一些吧。现在经验多了，以后如果再种的话，可能是先培养一个主干让它长高。这边还有2棵新种的亚洲梨，不同品种的亚洲梨。最喜欢梨树的就是上边这些花啊，是一簇一簇的，看着特别吸引。看上边，这边也是。当然，这么小的梨树开这么多花呢，最后也不太可能留几个果实的，可能适当的留那么几个，
然后尝尝味道就行了。平常下班休息的时候，带狗出来到后院的果园里边走上一圈溜一溜，这一天的疲劳就都缓解了。而且看着这果园啊，到处都开着花儿，欣欣向荣的样子，心情也会好上很多。刚才的那棵梨树花儿更多，这边还有一棵小的梨树，花儿相对的少一些，但是看看每一个枝头都是这么一簇一簇的。我在想，将来如果它长大了之后啊，这每一个上面得结多少个亚洲梨呀？这旁边还有2棵不一样品种的亚洲梨，这2棵看上边也是满是花苞。等它开的时候，我再来看一看，应该看的就会更漂亮了。现在只是看到每一个分支上边都是这么一簇一簇的花苞，这边也是。其实像这棵树，还有旁边的那一棵，这2棵亚洲梨，当年种下去第2年吧，还是第1年来着，反正是没多久就被火疫病啊折磨，然后就伤了一些了，然后又被鹿给我啃掉了分支。其实能长成现在这样已经是很满意了。旁边的这个比它要差一些，是因为有分支被鹿给扯掉了，然后上边的部分我不太记得，应该是鹿或者是因为火疫病的原因吧，上面死掉了。反正是病害加上鹿害，这双重打击，导致这些梨树啊长得比预想的还是要慢了不少。我的这片后院果园其实有3面都是有比较高的围栏的，是那种铁丝围栏围起来的，所以一般情况下鹿应该是进不来。但是有一年来了好多鹿，破坏了我太多的果树了。后来我就把唯一的挨着房的这一面也给它用铁丝网比较高的那种围栏围上了。其实原本我整个院子都是有这种木的围栏，但是它因为还是高度不够嘛，所以鹿是能跳进来的。所以说好多时候他们不愿意来，但是一旦发现这里面有好东西，那根本挡不住。有了这种比较高一些7、8英尺高吧，这种铁丝网的围栏，他们理论上应该就进不来了。而且今年呢，我又养了一条大狗，作用还是挺明显的。我感觉现在像是鹿啊，还有兔子呀，都很少见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有，后来被狗追了几次之后，发现越来越少了。然后今年自从养了它之后，浣熊好像也是没看到痕迹，估计是不是怕了就不来了。像苹果树呢，是明显比刚才那些杏树啊、桃树啊、李子树、杏李、梨树那开花都要慢。看现在能看到有这种花苞，零星的能看到，这是算是鼓的比较大的了，还有好多属于这种刚刚要鼓的状态。但整体看上去呢，远处就只能看到一点点的这种绿的，里边包着花苞的感觉，其他还看不出来，感觉是还得过一段时间吧，这个树上面的花啊才会开，叶子才会长出来。这边的苹果树比刚才的那个更小一些，这个树长得倒是挺快的，上边花苞比刚才的要少。靠上的像这种拉枝拉的比较好的，看这种是明显的花苞，那种拉枝拉的不好的，或者比较靠下见阳光少的，上面花苞就少，而且好多没有转化成花芽，变成叶芽了。那苹果树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了，你不像桃树啊，或者是李子树，你不拉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像苹果树，我感觉不拉枝是真是不长，或者是很不爱长。这边还有2棵种了1年多一点的小的苹果树吧，这苹果树也是得真菌感染，原本上面都是有主干的，得真菌感染，一点一点就死掉了。原本想这个芽点让它能长出来的，结果这个芽点也死掉了，这是唯一的希望了。如果它不行的话呢，下边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芽点，只能等它再重新发了。不过这种小的苹果树呢，看上边也是有花苞的，
去年还结了几个小苹果，这是富士。去年结的苹果吃起来味道真是足啊，这比买的富士苹果要好很多。不过去年都是用有机种植，而且打的药就是这种有机的药也非常少，所以病害还有虫害还是挺严重的。唯一结了几个果实，当然这树也小，结了几个果实，留下的能吃的就那么1、2个，这品相也不是很好，但味道好啊。这棵是脆甜，跟刚才的状态是一样的，上边也是有点花苞。这园子里边现在还没有发芽的，就是这种柿子树了。柿子树发芽真是晚，还没有任何的动静，还要等很久很久，估计再过个半个月，或者是再更长一点时间，有可能能看到这些芽子，有一些就开始萌动了。不过我也不希望它们发芽过早，因为发芽过早的话，倒春寒，柿子树还是对气温比较敏感的。这倒春寒的话，即使是这种耐寒的柿子树，这叶子也会被冻坏，影响它生长。这边这棵是去年才种下的富裕柿子树。柿子树也是一样，也是没有发芽。原本我上边都是用这些布给它盖住，然后用一个类似这样的袋子，比较大的鸡饲料的袋子在外边再罩住。这样的话，在冬天给它防寒保暖，也能够遮挡潮湿什么的。前一阵子刮大风，而且天气也暖了，那个袋子被刮掉了，然后我顺势把这些也都拿下来了。按现在的气温，即使有零下1度，应该也不至于给它冻坏了，因为现在还没有发芽嘛。它发芽之后，长了这个小绿叶，才会被那种低温给冻死、冻伤。如果没发芽，零下1度、2度，应该问题不大。不过这个柿子树比刚才的那棵耐寒能力要弱很多。我这地区也是种这种富裕柿子树的极限了吧，再冷就更难种了。这种野生的美国本土柿子树是不怕冷的，当然也是一样的，都没有发芽呢，得等一阵子。还有这种长果桑，这桑树，我前几天看还没有发芽，现在这芽已经出来了。桑树别看它发芽晚，长起来可是真快呀！然后一旦开花，马上很快就看到果实，果实很快就红了，然后比其他的果子长得要快多了。这边还有一棵小树是大五棱山楂树，应该也算是比较好的山楂品种。这棵山楂树也发芽了。山楂树算是长得比较慢了，在我这地区，而且非常容易生病，得各种各样的真菌感染。想种好也不容易，要有耐心。这棵呢，去年种了1年的时间，现在新长出来的枝条就是从这儿抽高到这儿，然后另外的像这种抽出来的很小的枝子，就长这么多。按我之前种这山楂树的经验，这得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长成大一些、比较好的这种树形出来。另外那边大菜园种了好多的枣树，还有葡萄树，然后就是樱桃，各种各样的樱桃。像是枣树啊，还是完全没有动静，发芽也是比较晚的。葡萄树呢，能看到芽苞开始鼓大，但是也还没有发出来。樱桃树那棵比较大一些的樱桃树，一会儿可以过去看一下，是芽已经出来了，花芽开始往出鼓了。其他小的樱桃树不明显。像这些盆栽的蓝莓呢，上边的花苞都要开始鼓了，蓝莓很快就会开花。这边的这一盆也是，上边好多好多的花苞，开花成熟，基本上1个多月吧。大概2个月左右就会有收获了。这一排地栽的还有几棵蓝莓，上面的花苞也是不少。春天的时候也给整理整理，施点肥，铺了一点麦秆上去。后边呢有2棵蓝莓还死掉了，我又重新补了2个很小的蓝莓小苗，看特别小，希望能慢慢长起来吧。在后边好多的无花果树，这无花果树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现在花了好多时间来除草，准备这个周末稍微整理一下土地。这边是去年往这些洞种的一些蒜，当蒜苗来吃的。这个再长长吧，就可以捡一些来吃了。现在韭菜已经都长起来了，这我们已经剪了几次了。这是昨天才刚刚剪的，这是上一批剪的又长出来的。Maxim 是我走到哪儿都要跟着，换到这个菜园里了。这边的玉米杆子，前些天我用割草机都把它推倒了，回头这块地就可以整理出来。我看看是种上毛豆呢，还是种豌豆呢？再想一想。这是那棵大一点的樱桃树，看这个，这是花苞已经形成了，应该很快就开花了。这边上面也是有不少的花苞，看看今年能不能做出果实，能吃上几个樱桃吧。如果今年不行的话，明年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其他的几棵樱桃树种的比较晚，也比较小，又是裸根的，这还这么大，离收获还挺远的呢。慢慢长吧。这是完全没有动静的枣树。这边葡萄树呢都被我修剪成这个样子了。这是一个主干，然后两边有2个分支，再往上呢，主干又是分成2个分支。这样的话，将来挂葡萄就是在这10英尺的距离让它长。我感觉这种方式，不管是将来的给它抽枝打叶，还是给它打药啊，或者是做各种的管理，还有将来的采收都是比较方便，因为伸手就够到了。我之前种的那种爬架的，管理起来实在是太麻烦了，因为一旦高了之后呢，它葡萄太能长了，给它剪那些没用的枝条就剪得非常累人，后来就不想管它了。像这种伸手就能够到的，每次过来看的时候，可能随手就可以做一些修剪。这葡萄感觉就跟西红柿一样啊，它成长的时候每几天或者是每周吧，都要给它做一些掐枝打叶的工作。这边这棵是比较大的伊利诺伊桑树，这个桑树稍微能看到一点点的这种芽子有点发绿，这种小枝能看到绿的芽出来了。这估计到4月中旬的时候才能看出它返春的样子。这边是我种了几年的山楂树，已经好多年了才长这么大，所以我觉得山楂树长得真是慢呀。不过现在呢，已经初见规模了，已经有比较好的这种树形出来了。而且看看今年这芽点花苞，远处看上面全是这种圆圆的点子，长势还是不错的样子。这边还有另外一棵，和刚才的长势差不多。有一个分支长得比较高一些，但整体的树况呢和刚才的是差不多的，估计过一阵子也会开花了。这山楂树的花还是挺漂亮的，去年开了几束花，但是没有做出，也不是说没有做出果实吧，果实都结起来了，也变大了，但是后来都是真菌感染，因为没打药的缘故，真菌感染太严重了。今年我打算这些果树呢，尤其是这些感染真菌严重的，还是得适当的打一些农药，或者是比较有效果的。像那些有机的呢，又累，然后价格又高，最后辛辛苦苦可能是还没有效果。所以有机种植果树还是挺令人沮丧的，像是桃树啊，还有亚洲梨，在我这个区域我是有成功的纯有机种植还有收获的经验的。当时是收了不少的特别好品质的水蜜桃，然后亚洲梨也是收获过特别好品质的。但是怎么说呢，整体上来讲，种起来还是挺累的吧。维护呀、管理啊，还有用一些有机的方式，比如说经常要喷苦楝油啊，冬天的时候休眠油啊，然后同剂除真菌呀，
反正这一系列的操作吧，得老实做，而且最后像水蜜桃呢，还要给它套袋儿，管理起来又累又麻烦。像其他的呢，李子树啊，还有苹果树啊，如果靠纯有机的种植，那情况都不是很好，这病虫害太厉害了，根本就没有好的收获。所以我在想，后边呢，至少在花前那边要，还有花谢之后的那边要，然后幼果期可能这3次吧，至少这3次给它用一些比较有效果的药，杀虫、除真菌、除病菌什么的。然后后边呢，再用苦楝油啊这些，比较有机的方式来保护果实吧。再试一试，反正我的果树也挺多的，看看这样的效果会不会好很多。Maxim， come。哎呀，来让我撸一撸。哎呀，好乖。好，咱们准备回去了，回家吃饭了啊，走。Hello。